全球非常不幸的就是那个肺炎嘛，那很多有后遗症。其实人的一生当中用到1/4的肺叶，那其他地方还没有开拓，在医学奠定中没有用到叫死腔。但是如果用到的部分已经纤维化，不要灰心，不要难过，你还有其他没有开发的部分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，觉得猜年龄这件事情现在越来越有风险了。对于逆龄保养这件事情，除了做医美以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？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如何能够得当的保养，又不用花大钱，呼吸就能年轻，似乎又更好了。坐在我旁边的这位非常年轻的气功老师梁君凯梁老师，他自幼习武，对于气功不只是挂在嘴巴上说，更有一套非常能够落地的训练功法。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梁老师。主持人好，欢迎老师。大家好。是老师刚刚提到，对于逆龄这件事情呢，很多人都非常的向往，可能花的钱也不在少数。如果要走医美，好，或者是去健身房吃保养品，对，管道非常的多，是不是在气功上面也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看起来更年轻，活得更健康？其实刚刚讲的就是说，对于健康的投资，好高龄的产业不断的欣欣向荣，但是自己可以做到的地方的确还有很多，而且搞不好是自己反而是不足的部分。第一，含氧量，所谓的气功首重的是呼吸训练。那如果你呼吸训练你是气短，你缺氧，那很多状况你就出来了。再来，缺氧的人，然后再缺乏适当的运动，那你可能新陈代谢就不好，那身体自然很暗。那譬如说，好，有人从事医美，可是你里头的新陈代谢出了问题，然后你又不断用外在去压，那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问题。你愿意投资都是很好，但是如果可以的话，自己该负责身体内在的那个，可能也要用点心。除了外部寻求各种管道之外，自己有一些不花钱就能够做的事情，也要同步的重视它。对，没错。老师在教气功学员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有一些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例子？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功法能够让学员更保持年轻，看起来年轻10岁，或是真的猜不到他的年龄，可能从皱纹啊、眼袋的保养，或者是走路的姿态，即便是站姿，可能也有很大改善的空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一些老师特别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？其实在我投入高龄的时候，那时候在20几年前还没有所谓的高龄产业，也没有这么多的新名词。可是近来现在的名词越来越多，那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其实不外乎男人年纪大了不要有肚子啊，对不对？第一这样子，女人也是吧。谁都不想要。对，第一有肚子啊，那女人比较容易的是驼背，女性很容易就是说还没有看到肚子，但是她背就是先驼着了。长期喜欢低头追剧什么的，那尤其是现在滑手机，现在滑手机已经不是年轻人的专利。我记得我高中、大学的时候，常会被家人常讲滑手机怎么样怎么样。现在我妈滑的比我还严重，然后都发那个早安、午安、晚安长辈图，叫她不要发。不行，你就是要发，就要看，对，那是他每天的功课。对，要形成规律的生活也很重要。所以就是慢慢的，他的形体你必须自己要稍微管理。对，那我们自己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刚退休的，虽然你说比起年轻创业怎么样，到已经临近退休了，那他可能已经压力减缓多。可是其实根据我们自己观察到，然后还有国外数据的调查，你要退休了以后，隔一段时间才来看，就是有些人反而会逆龄恢复健康，因为他这时候有时间运动了，有时间安排自己的人生了。然后放松快乐了，那当然也有安排不好的，
对，所以其实并不是说退休就身体会变更健康、会年轻。其实也有很多说法说，不要太早退休，因为退休没事做之后，可能反而会让身体健康退化。那就是对，就是身体可能也是一样吧，就是有没有在动，有没有用进废退。就是我们如果没有用它，它可能就是老化的特别快。所以练功也是让我们维持一个身体，包括呼吸以及骨骼肌肉，能够维持在一个你有在动它，维持一个好的状态的方法，是这样吗？其实。第一，我们在练气功的时候，还有个筑基，建筑的筑基地的基，就是你要盖高楼，你要挖深，等于打下基础。那这适合全年龄，因为你身体不好的就是复健嘛，你要修复。那你身体好的就是打下这个基础。在教学过程中，你要了解你身体缺乏什么，就像我们现在讲的隐性饥饿，那你每天3餐都有吃饱，但你知道你缺什么吗？还有，现在大家每个人都要知道要运动。可是你知道你需要什么运动吗？那这些东西其实你说出钱，那可能你就看一看很多频道啊那些。可是我是希望你看到这些知识了以后，去寻求你要的知识，这很重要。你看到你有这个概念，然后寻求你需要的知识，这个要蛮多的分辨的能力。但如果我们再讲回来，老师经营这么多年，在教学生气功，练气功练气，到底在练什么气？那个气我们又看不到，甚至很多人可能是摸不到的。老师可以分享一下说，怎么样培养自己感受气这件事情，然后也许我们能够更有信心往下去做练气，这个阶层。对，练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去操作。我们讲的呼吸训练，呼吸就呼吸嘛，你干嘛发展一个字叫吐纳？就是到底跟呼吸有什么不一样？多装多出去，就是吐纳。就是有效率的啊，多装。其实也是一个有意识的训练，对，比刚刚好再多一点点。那所以在练所谓的气功的，别的我不说，但是我是希望说，所以你跟人家分享你有去练气功，那我们练气功的人练气场嘛，你的吸气吐气是否比正常人有训练过的跟没训练过的，当然你要把你的特长发挥出来。所以这时候在练呼吸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叫数息。有些人把它解释成数你一天几次呼吸，但对我来讲，那好像有点机械化，对，有点多余。对，因为你直接 Google 一下，它就会告诉你人一天的呼吸大概多少。是。那所谓的数息呢，第一，独阳不生，孤阴不长，吸吐要平衡，然后你吸气几秒，吐气几秒，然后开始要求训练慢呼吸，训练深呼吸，再把它下压，训练慢的腹式呼吸。所以它是有一个训练过程的。对，因为一般来讲，像我们讲话全部都是胸式呼吸、浅呼吸、快嘛，它交替，并不是说今天腹式呼吸就一定好，它是有功能性。但是我们在转换的过程中，我们现在已经讲我们要健康，好，那短的呼吸可能就先放着不用，我们就是先拉长，让含氧量能提升，因为身体最耗氧的2个器官，大脑跟心脏，对，所以它需要氧。那我们慢呼吸就是增加氧的进入以及它交换的时间。对，所以老师现在在跟我们分享的是有关练气的这个部分，其实气是从呼吸来的。对，所以跟我们分享说这个呼吸有很多种，有深有浅，有不同的功能，在不同的情境下面，那鼓励大家呢，虽然呼吸看起来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但是更因为它很平常，你随时都在做，所以多花一点意识去分辨你现在用什么方式在呼吸，你需要用什么，是非常 CP 值很高的，因为不花钱，而且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做。但如果讲回来，因为老师常提到那个气感这件事情哦，是不是我们不需要什么工具也可以感受到气感？对老师来说，气感您怎么感受？在气感之前，我们再加入一样东西，就是当你深呼吸训练的时候，你必须产生体温。我们是哺乳类动物，所以你核心增温。但是现在往往上班族
或者是一般群体可能在冷气啊，那个在低温的情况下，那卫生组织都有报告说，现在人的集体核心体温下降。其实当你吐纳的时候，你要产生热，要热。对，中医里头会有常听到一个气血2个字。什么叫气血？就是流动，它喷出来以后叫血，它死掉了。对，但是它活着的时候，它流动的时候，里头有无数的细胞养分，它在流动。所以当你吐纳的时候，腹部产生压力以后会有温度，而这个温度能够聚集，就是体感温度，你就觉得发热，它必须能聚集在你的核心，再透过训练与进阶，再运行到你想要的部位。这是在说运气吗，老师？就是血液循环的变化。因为你负压嘛，你吸气吐气，然后再一次强调是训练，那不是天生的啊。身体在25岁前长到最好，然后最后走下坡，然后老化嘛，逐渐凋零。这中间遇见生老病死苦嘛。对，但是这些要强调说血液要训练到哪边，那其实你需要压力辅助。负压的辅助，那各种门派都有不同的需求。那我这里因为我有做热显像仪的实验、脑波仪的实验，然后也有写相关论文。那我们就是把血液循环控制在什么我们想要的部位，什么部位？例如任督嘛，好，人的中线嘛，然后脊椎嘛，然后还有你要强调说，可以运行到手部可以加温，好，还是哪里？那就是它有运行的法则，才会讲到说，你可以改变体温了，好，局部体温也可以改变了。跟动作的肌力训练完全不一样，产生不一样的温度以后，再来我们就讲到，手的气感，就对气场、磁场的不同。那我们今天讲到气感，对气感。到气感的话，古有云：酸麻刺肿热为基础气感。那科学有一种名词叫气功态。当你的脑波、身心达到一致的时候，对外的感知，那我们都相信能量。那有一部分科学家甚至有宇宙能量，在深层睡眠的时候会接受，他们会对这个应该算是着迷吧。对，他们做了很多这样的研究，然后也有国外的科学家觉得说，台湾就是块宝地，我们的气场很浓郁很好。可是重点是你必须先在自己的心里能够量化自己的感觉，各方面能够量化，你才能运用，或者是要有点感觉吧。我也觉得虚无，不知道，对，会有点虚无缥缈，有点那种，有时候我就跟学员讲，不要神叨叨的，就是这样子。是啊，所以老师不要神叨叨，来教我们怎么样感受一下气感。对，它是一个什么感觉？气感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在能量的部分，我们要学习感应。那水晶这种东西，它就散发出不同的波长，这个波长它会慢慢的，你自己会有感。有些人有感，大部分人会有感觉，因为这是科学认证嘛，所谓的石英表。它会散发出固定的波，是，对，所有高科技的东西有定时有计时的，但是我们手就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波。对，就是说，当你自己心情放松，然后随着自己吸气、吐气的扩张，好，然后你慢慢会感觉外面有一层波，你一开始可以由远，然后慢慢的拉近，然后去感受，好，去感受这个波，好，那大概有些人可能是热感。也有些人他会感觉是麻麻的，好，所以酸麻刺肿热为基础气感。水晶的选购那是另外一个学问，我们这里不讲，但是就是说我们只要天然的就好，人造的可能会降低，然后你就是慢慢的去触摸它，慢慢的开合，去感受它，那慢慢的有这个气感了以后，因为人是靠手，像小婴儿的手去触摸，然后靠近看一看，就嘴巴去，对。那我们这里没有嘴巴，对，就是说你去一个有能量固定散发的物体，有点像摸热的温度，你不是马上去，你会先看看热不热。那这一样，这个波用你的手去认识。那有些人很敏感，有些人很钝，那前提是一个共同处，心静下来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这有温度了以后，然后自己也是手脚冰冷的人，无法再透过自己的手感受到这样的气感。好，那通常我们是手搓热，或者已经吐纳到血液循环的末梢，能够让你的手都在吐纳过程中红彤彤的以后，你慢吸慢吐，就会有所谓的气场、气感这个感觉，然后再慢慢的有这个目的性了以后，再来把它往上延伸。所以除了这样去感受手心之间的气感，还要
同时搭配呼吸，慢吸，然后慢吐。对，有一定打开的时候要吸，或者是合起来的时候要吐吗？身体扩张的时候是张开，是吸，吐气的时候下降。合起来的时候就配合身体自然的，你这样合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在吐气。对，然后去感受有没有酸、麻、刺、肿、热。肿是有些人是血胀的感觉，就是血液循环很强。对，它会有胀的感觉。开始流通，所以你会觉得它有一种被充满的感觉。对，这些东西是从以前我们祖宗辈就传下来很多训练学，这东西不是创新，我们只是把它统一的训练学把它统一起来。这本书我写的书也是把它统一起来，不是我所创，没有，它是本来就有在。梁老师的这一本新书《大道至简炼精化气》，对，是。那这一本里面呢，真的有非常多让这个古老的智慧变成我们落地每天都可以跟着做的，例如呼吸训练法。那里面还有老师非常精心拍摄的影片的 QR code 来搭配哈。我们来翻一下，比如说这里就正好有气感的训练。那这边我们有老师的示范影片，然后还有跟着做的这个 QR code， 这个影片呢都是免费的，大家可以买了这本书呢，然后跟着老师一起来练习。那刚刚谈了这么多哈，大家可能会很好奇，老师看起来超级年轻的，因为我想象着气功老师应该有白色的长胡子啊，仙风道骨，您完全都不是，完全不在我的气功老师的这个想象里面哈。那因为梁老师从小就是学国术的，我想大家会好奇，你怎么从练肌力的来练内功、练丹道，这个转变是什么？那你一定看到一些很有价值的部分，或是这两者结合起来会更能够互相帮忙的地方，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？我从小不是练国术，我是跟着校队啦，就是跟着校队，对，就是学校就有柔道队，我就参加柔道队；有跆拳队，我就参加跆拳队。反正都是县市级代表队。哇！但是也是你一旦投入专业训练，应该就是浑身是伤。对。然后再慢慢的到了，我是国术系毕业对，到了国术系，那我的主修是散打。那散打的话，天天就是磕磕碰碰的，散打就是自由搏击，所以直接就是对肉搏，就是说体能在最好的时候，其实我知道自己不是很健康，一样手脚冰冷，一样过敏儿，对，然后冬天的时候一样怕冷、畏寒，然后该有的毛病也有，只是跑步起来的时候、运动起来的时候，运动表现比一般人好，就这样子。但我觉得那仿佛就是，尤其是在比赛近期，其实有时候你身体也会有被掏空的感觉。我觉得没有比较好。然后后来我就想要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好。当时去询问过很多师长嘛，就是说有没有可以改善身体的。他想说，受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有没有丹田论，然后可以运气什么的？那我得到的答案是没有，当时是没有。被推荐的就是瑜伽。他们还有灵修，对，就跳蛮远，对，跳蛮远，被推荐的，当然就不是我要的。那后来我也是，就是说自己静静的开始，也是寻访名师，然后连结起来，从内家拳开始，然后又连结吐纳，最后其实是易经给我的感悟最多。然后这套训练学的雏形是在我那时候已经毕业了，进入教学当中，然后我所遇到的是高龄。一身武功陪老人家练功，但在生老病死苦的前提下，其实很多东西是不 OK 的。而且那不是现在，现在在网络上可能有很多的专家，可是那时候我们是20几年前，资源跟对，就连老人家跟你讲他身体有什么病，你连滑手机都没有查不到，没有那么多的解释。对，那我们就是在那里头慢慢的把这些训练学奠定了以后，然后看着那些长辈。真的是健康就回来。那我在影片当中有很多有人讲说8、90岁不能够做什么运动啊，或者说身体脆弱了我们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。所以气功又特别适合
身体弱或者是年纪比较长，都基本上没有限制。我会觉得是说身体弱。好，那个年纪又长，那专门适合你嘛？不然身体强，那我们去爬山啊，去跑步啊，去山铁啊。等于是点名了，气功就特别适合你。适合完全没有接触过的，想要从呼吸训练的，尤其是那前几年全球非常不幸的就是那个肺炎嘛，对不对？那很多有后遗症。那其实人的一生当中，只用到1/4的肺叶。如果你不知道，那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你。那其他地方还没有开拓，在医学奠定中没有用到，叫死腔。但是如果用到的部分已经纤维化，不要灰心，不要难过，你还有其他没有开发的部分，还有空间，还可以训练回来，还可以恢复回来。所以不会因为得过这个 COVID-19，然后呼吸变浅。是可以训练的，对，可以训练回来。那我们也有遇过这样的学生，训练回来他就 OK 了，恢复正常。本来上楼梯就没办法，会晕倒。哇，所以这真的是很明显的例子哈。就从呼吸做起。印象中老师这本书，虽然我们讲的是逐基结丹篇但是书里面很大一个部分呢，在跟我们介绍，尤其一开始要进入的时候，有提到叫做增压式呼吸法。那我觉得这也是老师一个非常特别，应该是您独创的呼吸方式吧。我们听过腹式呼吸，胸式呼吸，好像没有听过增压式呼吸法。那可以请老师介绍一下。怎样是呼吸法？是我们的学员把这套呼吸理论由西医来定位，他去找原文，然后才来奠定说，原来我们的吐纳在西医的论定是胸腹腔增压式呼吸。但这套功法我必须讲，我前面讲到说前人所创，不是我所创。可是这个训练学现在比较少，就是独阳不生，孤阴不长，所以你吸吐的力量必须维持住，然后慢慢的拉开你的呼吸，就1生2，2生3，3则产万物。那什么意思？第一，你吸吐的时候你要能扩张，这是第一，产生力量。因为现在面对什么？滑脱，面对老化就会没力啦。对，老师要面对下垂了，万般皆下垂，唯有血压高。所以你要产生力量。然后第二，降温。当你吸气能够扩张起来，然后将身体一些不当的气体、觉得不舒服的压力，甚至是心理产生的压力，透过你呼吸机的配合，将压力释放掉。鼻吸口呼排晦气，那一样你吸要有产生扩张感。那第三才是蓄积于丹田。慢吸慢吐的时候，将气血运养于丹田当中。所以吐纳丹田其实是一套呼吸的联动系统，尤其是丹田，它不是单一的组织名。如果是人体解剖学，没有丹田的东西，包括中医的同仁讲没有丹田。那丹田到底是什么？是一个位置而已嘛，它是联动系统。当你呼吸正确，产生内压力的时候，内压力集中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丹田已成。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丹田是一个部位，比如说手肘，那肚脐下面就是丹田。其实，在老师的观念里面，这是不完整的描述。丹田其实包括其他的联动的部分要成，它才能叫做丹田，因为它不是一个部位。是，哇，我真的今天也学到了。非常谢谢老师。那在老师读的这么多书里面，可能我们一般人刚入门读不懂，有没有比较浅？你觉得适合入门，想要了解气功或开始学习气功的人，古籍经典有哪一部您觉得可以推荐？古籍经典那通常参同气吧。对啊，可是那个这太难了吧？对，那掺杂了大部分原文。可是你讲古籍经典啊，古籍经典，那不要那么古，就是对，不是近代的，有吗？比如说，我不知道《黄帝内经》会是老师推荐的吗？黄帝内经》是身体使用手册，当然你要练气功的时候，我非常的推荐你使用，但是会有一点障碍，因为我当年读《黄帝内经》的时候是读到生气。因为那时候我才大学，我还很年轻，然后气感是完全都没有，还在进入气功之前，我想先了解身体。既然中医很想了解，我还参加中医社什么的，也是名师教我，可是那时候我智慧未开，还在累积当中。对，那时候还在累积当中，我还没有开智慧，所以就看到没有气感，完全没办法进入。可是如果
我们刚才在聊到的，就是说你已经开始奠定气感了，那有气了。然后《黄帝内经》就是告诉你身体的使用手册，气到哪会产生什么，四季会产生什么变化，24节气会产生什么变化，这种气血的流通，然后不通会哪里有问题，然后再来气功就是把这股能量增强。所以一开始还是鼓励大家先从呼吸锻炼，增压式呼吸法，比较容易能够感觉到你的气。是。这个东西，如果你能感觉到了，再来读《黄帝内经》身体使用手册了，是，然后你就知道怎么使用，是，再来往下练其他东西，就会比较有一个步骤性。是老师的这本《大道至简逐机结丹篇》里面就有非常多，就是把我们平常看到，就是好像脑袋知道，但是身体不知道如何跟的这些。古老的智慧呢，用一步一步的方式，可以带着我们来练习。那也就是老师说的训练法。是。那非常谢谢梁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做的这个分享。那如果关于梁老师的书籍或者是梁老师的课程，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我们影片下方的资讯栏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